我觉得可能是满分这个词吧。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考生开始答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对自由这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对友谊这个词的理解变得对坚持这个词对幼稚这个词我对期待这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对朋友这个词的理解发生了变化。正如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我的笑灿烂像阳光，当我的梦做得够漂亮，这世界才为我鼓掌，只有你担心我受伤。大家好，我叫关云晨。等我飞更高。大家好，我是 TF 家族训练生关景晨，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歌。人生并不是处处都有满分，接受不完美，成为更好的自己。从踏入校园时，满分就是统一标准，是旁人的认可。我们努力贴合标准答案，迎合他人的世俗期待，把外界的评价当作唯一衡量自己的尺度。犹豫一下，再看鱼。长大后渐渐明白，人生并没有通用答卷，不必强求所有人眼中的完美，内心的自在与笃定才是独属于自己的满分。因为人生百态，不是只有完美才值得被铭记、被记录。每一段经历都鲜活而独特，心意的诞生是我们接纳自己、读懂成长真谛的成熟。加油！我觉得尽全力了吧，早上就学业嘛，然后呢，晚上就可能要去练习艺考的内容。会不会有一座小岛？反正就挤时间，就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因为艺考这个事，有时候我会跟我妈吵架，就因为她说，就学业你要也要抓起来，然后你艺考也要这样。对于我来说，用两个事情能同时做好的话，其实还是有点困难。所以目前的话，就想的是，就主要是抓艺考。我希望再在你们身上看到一些表演的痕迹。总体来说，就还是挺生疏的。然后我练的那个形体也是一个古典舞，就是也要就劈叉，然后拉柔韧度，还有什么侧手翻啊那些，反正之前基本上我根本不会做这些东西。好，就是这一块不开啊，这一块不开，因为才接触啊，不会摔就好，练多了就会。因为时间比较有限，反正就练嘛。因为，反正就是没接触过，因为之前学过的就是类似于学的那种街舞类型。太好一点，我觉得他还可以，他的进度挺快。
就说我们这个形体，还有平时的说话，就包括怎么说话、怎么沟通，我们这个学期都是要精进一下的。就是我希望你先比现在更开朗一些。你这个点头就很不开朗。因为你干的这个行业，我们要找到一个自己能够出发的闪光点。因为冬天就考试了，最后时间很紧张。这个文化在重庆来说，首先文化是考中戏北电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每个月呢，我们会进行一个月考，我们做一个综合的考量，就是完全模拟这个考试的情况。但是现在你的天性太不释放了，我希望你能极其释放。我觉得其实能说的话，我能就是很能说出来，就可能就是一个情绪问题，可能就早上啊，就比如说有时候刚起床啊，然后比较迷迷糊糊的，对，然后可能那个时候就放得不是很开，然后在说了几遍过后，就会逐渐的比较好一点。嘿哈嘿哈嘿哈嘿。因为我当时我那篇稿子好像是和爸爸出海的日子，对，好像就是说有一个航海，就是我有个航海家的梦。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我想穿上一身航海服。我左手为了船舵，右手拿着地图，飞驰在世界上的每一朵浪花上，到每一个地方，我都要去看看。对，然后最后就是什么，爸爸好像是被风浪就吹翻下去了，然后就离世了嘛，然后好像是我最后就完成了这个梦想，然后就问爸爸您能看见吗？然后其实这一篇文章的就情绪转折很多，然后它也有开心的部分，也有伤心的部分，所以也有那种很大开大合的那种，也有那种小声的那种倾诉吧，类似于就是有一点委屈吧，因为你离开了，然后呢就我有点孤独，类似于这样。看你在摇椅上只为情，一个人在客厅。哇哦，现在确实在换声期里很多歌完全唱不了，那没办法。我们没有一次的一个作业是很简单的练声曲的感觉。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最大的一个突破，首先是发声的位置有标准化了，你现在的概念比较的清晰。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机能的进步，这个是最大的一个突破，非常的大。因为在去年突围的时候，就那一出那个打嗝那个东西，然后就说我可能气息太短了，然后就开始就是类似于练咽音啊，增强我的力量吧。然后就一直练。很好啊，升进了，那再怎么音就是 A4 了，非常的好，今天的声音状态。这个速率很慢，这种处理确实很难，但你现在已经做到了。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深情的温柔，满眼的温柔的脸。这个歌曲比较大，唱起来是有点吃力，但是呢，1个月的时间我肯定是能把它唱好的。这个歌曲。你现在，你看我们今天第一次去唱这个歌曲，而且原来还没有接触这种重机能比较多的一些曲目，你以前不这么唱歌，对不对？你以前不会那么就是用真声用的比例给的这么的多，但是这个东西你必须得唱。希望他是真的比我还要爱你，我才会逼自己离开。你要我说多难看，我根本不想分开。
为什么还要我用微笑来待我？这个是我慢慢训练的，不可能一步达到，对吧？一步达到的话呢，后面的课我就没有办法上啊。表演反正就是在生活中探索。可能最开始演的话，就确实还是缺少一点那种生活经验吧，就是也没有很特别的观察，就是这些角色的一些形态啊，然后那种行为方面的。我给你的题目就是一个因停电找不到手电筒而生气的男人。好，来听我说，这个想法是很好的，这个证明这个方式方法你是掌握了啊。我们要把这个东西更丰富。那现在来看呢，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找手电机器。后面老师指导，然后再加上可能平常也会观察一下吧，对，然后就慢慢摸索。真的 ，OK， 没问题，没问题。好的，你又让我重拾了信心。我觉得这些稍微偏难一点的题，对你来说你还是很 OK 的啊，还是有想法的。OK。有时候就是在网上看一些那种比较伤感的视频，虽然也会哭有时候，但也有可能是遇到自己就是不太敏感的事情，所以就不会哭。对。反正我们表演老师也说过，就表演的时候太淡了，因为生活体验就是要摸透啊，相当于我摸透，就相当于是要观察生活呀，然后你自己也要在摸索，因为你看到了，你不一定演得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我天生就比别人慢1个身位，所以我必须要比别人更努力、更拼命、更快、更强，我才可以从村里冲到城市。从山上冲到海边，我可以冲到所有人的面前，把那些看不起我的人统统甩在我的身后。我要做一个人中龙凤。我感觉基本上都是演的小人物，然后有时候会演自己，上课打瞌睡，然后什么偷吃东西啊，然后发呆，类似于那样的小人物，可能就是捡瓶子的老爷爷、老奶奶那种弯着腰那种在走，还有醉汉。喂，我到家了，我到车库了，没事儿，没喝醉，有时候很烧脑吧，因为生活经验挺少的，对，然后演的话，反正局限性就反正有局限性吧。小时候，我的世界是自己的家，家人就是我的全部。读大学后，我的世界是图书馆，是实验室，因为我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技术能实现理想。现在我明白，这些不是全部。世界很大，我们很小。只有打开胸襟，拥抱变化，才能获得进步。人生如此，国家亦然。宏大的还是稍微缺点感觉吧。你们日本在全世界面前偷了中国的一个山东省。山东省3600万人民该不该愤怒？4万万中国人民该不该愤怒？请问日本的这个行为算不算偷窃？是不是无耻？因为对于我来说，我那种声音就比较细声细语的那种，然后可能比较需要有那种浑厚的嗓音来支撑。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面对艰难险阻，我愿意为之奋斗。非常好，这样读下来就非常顺，非常好了啊。好，说一个小小的问题，这是刚刚我们这个
用气不够了啊！你刚刚是要用智慧，汗水就有点吃进去了啊，这是用气的问题了，可以顿一下，要用智慧和汗水，一定要说清楚。因为你当演员，你肯定什么东西都要接触，对。如果你一直在你舒适圈里面，就是徘徊的话，其实也容易就没有新鲜感的，就是这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小时候，我的世界是自己的家。再小一点，小时候，哎，走。小时候，我的世界、不是声音小啊，是在奶一点啊，稍微再奶一点哈，在你的基础上再奶一点，走。小时候，我的世界是自己的家，家人就是我的全部。我感觉可能是遇到合适的角色，可能就会放开的演吧，就类似于就不太熟悉的呀，类似于警察那些，然后什么，反正就是什么边防战士那些，就可能不太敢演。反正能看到不一样的自己，就是接触到不一样的自己，就相当于可以演不一样的角色呗，就懦弱的那一面，然后也可以类似于演家国情怀片吧，比较能展现少年的那种朝气蓬勃的一面。好像有一节是什么，好像是要什么情绪爆发吗？类似于那种，就因为就我的话，一般情绪会收着，就不会那种大开大合的那种。然后当时好像是说要演个什么哭，然后崩溃嘛，然后是什么生气啊，开心，崩溃，无奈。对，我觉得是一种突破吧，就情绪能放出来。因为当时也是一个人演嘛，就信念感可能稍微要缺乏一点。我觉得如果有对手的话，就可能就是我觉得应该在一种那种争吵戏里面啊，那种能放得出来，我觉得。哎呀，你就不应该说呀！为什么？小动作演。老师说，如果我不说，还叫我家长。你不找个借口吗？哎呀，我回去被我妈说了。反正也是学了很多，对，能表达情绪吧。我也是一个那种类似于不太能清楚能表达自己情绪的一个人，什么情绪都往内心里面憋。有时候就是太过于生气，然后太过于悲伤过后演出来过后，就眼睛就开始就是变黑。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反正就昏昏的。在现实中宣发这种情绪不多吧，然后这么就是宣发出来，就是程度一大了过后就开始控制不住自己，就是类似于这样。但发疯了就脑子一片空白，然后当时发完疯，然后老师说咔的时候，我一站起来，我全身都是麻的，就一下子就反正就啥都想不起来。能就是也是算一种情绪宣泄吧，对。最大一个优点就是能克服我自己心中的那种腼腆，对，就是能放开去演嘛，就是这样。我这个人包容性还挺强的，挺大的，对，就无论是失败呀还是成功，我觉得都是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嘛，对，因为都要经历，你一帆风顺过后，你自己的那种傲娇心理啊就会越来越大，然后到时候一冲到最高点，然后一下就降下来，就可能会承受不住。那你自己目前很期待的选题吧？反派，其实我比较想演喜剧片，我一直想演喜剧片，对。日复一日的埋头苦练，反复打磨专业，拼尽全力，无论是否如愿，
少时的我会执着于否定这一份不完美，会摇摆于自己的付出是否落空，努力是否作废。长大后才懂得，枯燥的坚持，咬牙的坚守，沉淀的功底不会白费。嗨，这里是小关。然后，其实本来应该是提前1个星期给大家拍一下视频，就是报备一下情况嘛。然后，反正现在还有距离高考还有3天，然后现在小关是在复习，对，想一想，就也没有其他的好说的吧，就也希望自己在高考中能考一个好的成绩，然后祝自己高考加油，对，能考一个好的成绩。对。来北京就还是要看一次升国旗呗，意义也比较大，对，然后就反正一个集体就是一个完整的，就4代，然后在天安门就是广场能合个照，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因为他们现在不是在训练嘛，就先别就不打扰我们就自己先去把那个叫啥呢？那个踩点先踩好，就是先规划一些路线。1个小时，从这儿过去，而且还不能坐大巴车，大巴车太显眼了，一出去。要不然多安排几个车，或者是先接出去，然后到一个地方，然后再坐大巴车一起过去。哎，主要是要排队。然后那几个大高个一站在那个地方就挺打眼的，咋办呢？但我感觉就如果真的要进去的话，还是比较困难。对，就找一个那种类似于就风景好一点的呗，然后就不进去那，因为进去人多，然后还要排队。也有类似于那种可以，它代表他们的物品，对，然后就是我或者拿着这样，然后就合一张照就可以这样，我觉得。然后就具体的地方就。可能要到那个地方，就是在看。我说我希望他们想着不用训练出来玩一下。应该能吧？我看他们今天录音还挺早的。我预计他们应该是肯定是出来玩，应该比较高兴。也有另外一种不好的预期，可能就是不要，我要睡觉。我觉得应该是这2个，觉得是这2个。等一下，我想想带什么。哦，西装要带。把东西收一下。这个箱子里是啥？这个要保密，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嘿嘿。哎呀，我这个就这么装吧。我装我包里。不行，我充电线要带。我去1天到手机没电了。我看一下，我还有什么带的？我觉得应该没有什么要带的。然后就这个，对，哎，差不多。我再带个外套吧，还有我，应该没有了吧？对，差不多，我觉得可以走了。不用进安检，可以看到升旗的地方。有个什么昌浦河的那个公园沿岸，他说是最松弛的选项，就可以不用这么挤，就类似于这样。对，因为好像就是一个公园，然后那个地方可能稍微还轻松一点。然后有一个地方
就好像是什么天安门东 C 口嘛，然后那个地方好像就是下了车过后应该能看得到，对。然后反正目前就这几个，然后反正具体还是要去那边看，就实在进不了口的话，可能他说有个什么国家博物馆北门，然后那个地方他说就是在广场的外侧，然后他就不用进安检，然后就看得到，然后可能也要到时候去那边看吧。天安门城楼东，西侧观礼台边缘，好像是在什么劳动人民文化宫或中山公园的入口附近。对，那个时候也不用进那个广场内侧，也可以看得到。反正呢，就到时候去看吧。让我看一下还有，我再搜一下。那个 C 口吧，那个什么 C 口，我也不知道什么 C 口。天安门东，好远呐！我们是不是走错了？这边。我。你导航上是这边吗？就上到那个南池大街那儿。我导航是往那边走。对，他们是往那边走。啊，那就走这边吧。我觉得你能一起出来的话是最好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过生日的话，其实稍微确实有一些孤单，然后一起合照，其实真的还挺开心的。对，就无论做什么事情，我觉得哪怕是在这种场地过个生日，我觉得都挺好的。对。那现在去，直接就去天安门呗。带进去吗？直接进去呗。让我看看排队的情况。然后我们就直接进去。昌浦河。那我们有出去在那边。那我们还要去看。那边更远了，主要是。对。那你决定我们是先去昌浦河公园看不看，还是说直接去天安门？直接去天安门呗，直接去天安门。排队试试看是吧？对。那天我们进去。对。走吧。其实本来我想的是那个 C 口进去，先进去，然后再把相机拿出来。到天安门了，对，然后就是带朱莉老师来那个，对，来参观一下，因为朱莉老师没有来过这个地方。哇塞，我想，哎，真的，如果我真的要把那10几个人带进来的话，那不好累，真的累。然后都很高，然后15个人梆的一下全站在这个地方，哇塞，这人也多。如果我单独来的话，应该能实现吧。我站的这个地方也是第2次，我第1次好像是在小学的时候吧。可能明天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话，就可能我觉得可能比较困难。然后再加上时间，就如果4代小朋友们他们来不了的话，但我自己可能还是要再去一下，对，去看一下，对，然后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吧。如果真的要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亲自过来看，对，因为你震撼就是那种震撼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是有一点落差感吧，因为其实也准备了很久吧，对，也不管是老师啊还是我，然后其实都准备了很久，也是怕就这份努力啊，然后就这么打水漂了，对。然后后面的话，反正也是想尽一切办法吧，对，因为反正我觉得其实打视频啊那些其实都可以，我觉得，对，就类似于打视频，然后那个我在那儿举着，然后他们在里面合照，
然后反正什么方法都想过的，对，反正方法总比困难多。分之于我的演变，是时代认知的更迭，亦是我成长的缩影。旧意的消退，使我们告别非黑即白的少年偏执；新意的诞生，使我们接纳人生各种可能，读懂成长真谛的成熟。吃个饭，然后就要去排队了，因为还是想站在最前面。现在要去拉，对，我已经出来了，对，马上到那边，对，现在去排队了。有点困。11点，现在在等车，对，然后要等4个小时，不对，4点钟，4点多钟，对，差不多要等3个多小时。这么多人，哇塞，好多人！睡了2个小时，那我觉得还好。帅哥，今年你多大？今年多大？19。那你们这将来的梦想是什么？将来的梦想，我不知道。对呀，肯定有一个什么嘛，对自己的人生有一规划嘛，这个得。我小时候也挺想当宇航员的。小时候的愿望是宇航员，你现在的愿望跟小时候的愿望一样吗？是不是随着这个社会在变，这社会这时间是不是在变，明白吧？对。那你现在的愿望还是宇航员吗？现在肯定不是啊。你现在的愿望是什么？现在的愿望，我觉得应该还是要再成熟一点吧，不太成熟现在。对，我去当个好一点的演员吧。希望这样。哎，那你什么时候开始从游泳变成演员？这个变化？24年，我好像正好世运会结束了过后，然后就没去了。那你曾经想过要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游泳运动员吗？也有过。对，但我以前挺优秀的。之前肯定是想发展游泳，反正就是好像是暑假一次公演回来结束过后就开始，然后说是不是就走艺考那种，艺考当时就说走嘛走，然后当时其实也没有多大的概念，就我妈也觉得就走呗，就当时也是以为觉得还挺轻松的，结果发现一点都不轻松，一点都不轻松，哎，就是。你练习6个月，就是不可能就是比得上那种练习1、2年啊、2、3年那种从小开始训练的那种，就差距还是有的。我觉得就是能挤进初试，然后中试，我觉得就是能最后到线下，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好的突破，我觉得对。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我想穿上一身航海服，我左手撑着船舵，右手拿着地图，所以说把这个精气神拿起来，加油，好不好？明天。
天，那我们就是把一切东西做到漫无目的时，我们就有一个饱满的状态去考试去。那今天就这样，加油啊！等你明天的好消息，好吧？好，不要看他说看。拜拜，加油啊！明天考试啊！所以总结来说，就是前高一高二这段时间一直在考虑往哪个方向发展，体育考还是艺考，然后等决定好的时候，差不多就要迎来艺考。对，应该定好了过后就当时就还没隔多久，就国庆就开始训练了，就声乐，没有考虑这么多，就没有往很长远的方向想吧。对，然后也是临时决定的，可能也有这一方面的疏忽。我觉得肯定是抱着能进的心态吧。对，因为也是第一次参加类似于艺考这种就是考试的，所以就经验不是很丰富，所以就是也不知道那种竞争有多残酷啊，那些还是挺困难的，真的很困难。对。在路上，现在已经2点半左右了。对。位置任我们选啊！冲刺！我去！兴奋不兴奋？空的。第一个游客。到了，我们是第1位哦。现在到了，对，然后可能还要再坐一会儿吧。对，坐一会儿。2点39了，还有2个小时。对，今天是4点46日出。对，然后就再静等2个小时吧。马上要天亮了，对，然后马上要开始升旗了。OK， 我们看完了升旗，对，然后就是反正看完过还是挺震撼的，因为一般看升旗的话就是在学校啊，还是可能也是在比赛的时候可能会有吧，对，然后也没有，可能之前也很久，就是小学吧看过一次，对，也没有很正式的看过。所以就是非常的激动，就是在这样一个比较庄重的一个场合里面能看升旗，对，就非常的帅气，对，非常的好，对，也是亲眼见到了。然后目前就是这样，然后就先关机啦，拜拜。当国旗的时候，其实我小学也当过的。我小学当过升国旗，就是那种国旗，就是还是拿的中间那个，就是拿的红色的那一面。对，然后就印象挺深刻的。看那边太阳升起来了。可以。你知道国旗什么时候升起来吗？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对，那就祝你。你看那轮新的太阳，然后就祝你在新的一个阶段吧，就像这个冉冉升起的新一轮的太阳一样，既是热烈、温暖，充满力量。就像那句台词：“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会是什么味道。虽然可能会尝到苦涩的黑巧，
也会碰到甜甜的夹心。叫我校服，我是重庆的。可能公共秩序问题嘛，然后就带着他们的合照和立章，对，然后我觉得也非常的可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对，然后就差不多这样了。然后呢 ？OK， 我们去吃早饭吧。出发，拜拜。去水立方啦，然后呢，这是我的朋友们，然后前面还有，对，但现在看不到，对，有些放在我的包包里面的，走吧。啊，我怕跳，我怕它掉，我怕它掉，我怕它，我感觉我像是卖娃娃的一样，真的，我像是卖娃娃的一样，真的好恐怖，这全是娃娃。这就是你说的保密的事儿，对吧？对呀。这个上面你是啥？这个要保密。正好逛到这儿的话，也希望之后我们4代小朋友呢能在这儿开演唱会。对，就临时想的哈，临时想的。我刚刚突发奇想。对。我都要穿这一身走大点。当官的官。明天就出分数，咋办？我不想面对我那个分数，我也不知道考得好不好，因为我也不敢去对答案。哎，小关，把你的弟弟交给我，我要带走他们了。取出来是？你的包现在用吗？我不知道，我回去要装衣服。那你交给我吧，把弟弟们。你知道为啥让你做妆发不？不知道。待会儿有个很重要的人要见一面。很聪明的。这啥呀？这为什么要在这个医院啊？走大路啊？我不知道咋走啊。这咋走啊？为什么？这是啥呀？为什么来这个地方？干嘛？我是穿越了？我穿越了？我穿哪儿去？我要穿哪儿去？什么鬼？我穿哪儿去啊？这啥呀？啊？这啥呀？我有点害怕。我闻到一股熟悉的香水味儿。我闻到一个熟悉的。非常好帅！哎呀，好正啊！好帅呀！这么帅！这么帅！这么帅！哎呀，别！好帅啊！哎呀！欢迎我们的学长小郭！去哪里？天安门！拍照！拍照！耶！走 ，Let's go！ 啊，找位置啊！因为我当时上的那个车，我看到那个车，我就有一种，我不知道，我感觉是像梦过一样，还是之前经历过一次的。我总感觉像经历过一次的，就感觉好像是坐过那个车，然后合过一张照的。对，应该不是这样，因为我感觉应该是当时穿的是自己的私服，就没穿校服嘛，没穿的这么正式。对。
要说。哇，这个像素我的，应该再放大一点，然后再伸这么直。我给他搞我那个人体表情包。太个人小鸟关文字视角，不，这其实挺萌的吧？哇，好萌啊！来来，给我眼睛来说。文字视角。让我摆一下。还这个不是你就复刻好吧？来，重现当年龙宫吗？我们马上要进入第2次了哦，快了！哦，哎呀，我这拍不到啊！来了，哎，帮你帮我拍，别急，他们在拍，别急，听着没？我在拍他们拍天人。哇，好有爱啊！那我是来拍他们。哇，这可以拍照吗？走进课本了，我感觉。限定版的高中生小关杀青了，所以也祝他毕业快乐，好不好？然后当时我进那个就是当时停那个公交车，就是那个车的那个区域里面，然后我当时还挺说，他们躲在哪儿的？我还想他们躲在哪儿的？我其实当时猜到的可能会那个，因为当时我们那个拍摄老师跟我说要去见一个特别重要的人，我说要去见个什么特别重要的人？是要去见个老师吗？还是什么？挺忐忑的。然后要走的时候，让我换上西装，然后就察觉到不对劲，应该是4代的小朋友应该要来。大哥去扫你们那个吗？你们猜想做什么？去天安门看升旗。就是他想带大家去天安门看升旗，然后他这个心愿呢，就是看样子是实现不了。所以他19岁的生日愿望，我们还是想尽量的去帮他实现一下。所以我觉得人多力量大嘛，咱们一起想想办法。坐车过去啊！坐车过去啊！对啊。坐车过去合照。对。然后，就每次都是这样。我上次游泳回来也是这个样子，就反正就，其实猜得到，真的猜得到。但感应得到，是感应得到，然后就接下来就能猜得到。对，也是一种心心相印吧，我觉得。对，我觉得挺开心的，也挺充实的。对。来，再往里面坐，再往里面坐，再往里面坐，来，你们俩也坐进去。来看我啦，来。我有点紧张，现在。有点小紧张。我有点怕，我真的有点怕。哇 ！Let's go！ 只有完美才值得被铭记、被记录。真正的青春从来都不是完美无憾的范本。可以确定的是，我们有满分的热情、满分的伙伴，以及对未来那份满分的期待。真正的满分从来都不是在试卷之上，而是在心底。旁人赠予的满分是一路相伴的关爱，毫无保留的善意，温暖支撑我们走过的路。而独属于自己的满分是与缺憾和解，考试的奋进，独行的旅程，落空的期许都寻常。
凡我经历，终将沉淀为那些引为底气、温柔担当的根基，让平凡的成长拥有最动人的力量。